我们很多人都知道，藏传佛教主要分为4大派：红教宁玛派、花教萨迦派、白教噶举派、黄教格鲁派。去到藏区我们多数是看见这4大派的寺庙，但是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藏传佛教还有一些非常小的教派，比如说像什么西解派、觉语派、夏鲁派、觉囊派。曾经我以为这些小教派已经消失在历史的长河当中，但是直到我去到朗唐县、马庆县这些地方，我才知道觉囊派在历经政治劫难之后，依然稳稳的扎根，完整延续，如今依旧蓬勃发展。不仅留存数十座正统的寺院，而且还完整的承袭了独有的他空见教义与十轮金刚秘法的传承，始终保持着藏传佛教当中这一支独一无二、未曾断绝的殊胜法脉。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你如果读过西藏的历史书，你就知道觉囊派在藏传佛教历史上非但不是一个小众教派，在元朝、明朝2代，它是实打实的雪域超级大宗，版图、信众、影响力完全能和后来统一藏地的格鲁派正面抗衡，一点都不落实。最鼎盛的时候觉囊派的寺院密密麻麻地布满了整个后藏的日喀则、阿里的大片区域，光是正统的主寺就有上百座，附属的修行道场、闭关安舍更是数不胜数。当时的藏地随处可见修持觉囊十轮金刚6支瑜伽的僧人。瑜伽寺不管是高原王族、地方贵族还是普通的百姓，都大量的皈依觉囊法脉，是当时认可度极高的主流传承。觉囊派不仅仅是寺院多、信众多，在教义的地域上更是独一档觉囊派是藏地最早、最系统传承十轮金刚秘法的教派，完整的保留下印度最古老的十轮教法和空性见地。在几百年前的藏地佛学辩论场上，觉囊派的高僧是顶级话语权的存在，无数的教派都要和他辩法交流学习，根本不是如今默默无闻的样子。可是谁也没想到，盛极一时的法脉在历史的更迭、教派的博弈当中步步的收缩，最终彻底退出了卫藏的核心区域，硬生生的从遍地道场的顶级大派变成了今天藏在青海阿坝深山里的小众秘境教派。那么为什么当年势力庞大的宗派会差点断绝呢？要读懂觉囊派的落寞坚韧，我们不能只看结果，要从它的源头开始说起。觉囊派的根基最早可以追溯到11世纪末，这个时间为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初始时期。有一位苦行者玉墨弥杰多杰，师从卓义师直系传人十轮教法大师南拉泽巴，在长期的闭关苦修中证悟，获得了成就，开创了藏传佛教独一无二的他空见思想体系。他被后人共认为是觉囊派的始祖。到了13世纪他的后世传承人滚邦土吉尊追在后藏的觉摩囊山谷修建起第一座根本道场觉囊寺，也正是因为这座主寺，这一脉的传承正式得名觉囊派。从零散的修行思想变成了有寺院、有体系、有师徒传承的正规宗派，正式立足于雪域高原。而真正让觉囊派走向巅峰、名扬全藏的是元代的旷世高僧笃布巴喜劳坚藏，他完善了觉囊派完整的教育理论、十轮6支瑜伽修法和仪轨体系，彻底打响了觉囊派的名号。在笃布巴主持觉囊派的35年当中，他不遗余力的四处传教，勤奋著书立说和授徒修炼。他的新传弟子有14个人，在有关的壁画和卷轴当中，以笃布巴为中心，四周14位弟子环绕，组成笃布巴师徒弘法图。这在13到14世纪的藏传佛教界是一件非常令人羡慕的事情。许多有成就的僧人纷纷改宗觉囊派，或者拜笃布巴师徒为师，以至于后来的宗喀巴也亲往觉囊寺，将该派的著作反复研读。身为觉囊派上师的博学多闻和高深功力而叹服。如果说笃布巴让觉囊派享誉卫藏，多罗那他就是让觉囊派影响力走出雪域、横跨蒙藏的关键人物。这位多罗那他就是觉囊派最传奇的巅峰祖师，也是后来外蒙古至高无上的哲布尊当巴活佛。多罗那他本名贡嘎宁波，16世纪出生于佛学世家，自幼出家精进苦修，全面承袭了觉囊派最纯正的十轮秘法和他空见的教义。他不仅仅佛学造诣登峰造极，
而且还精通梵文，擅长易经注述，一生著作等身，整理完善了觉囊派历代零散的教法仪轨，让这一脉的传承体系变得空前的完整严谨。他所处的明代末年，觉囊派拥有了藏巴汗政权的全力扶持，是当时藏地最正统、最兴盛的教派。多罗那他主持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彭措林寺，这个寺一度成为后藏的核心道场，无数的修行者千里奔赴求学，觉囊派的声望与版图在此时达到历史的巅峰。而他最传奇的经历是远赴蒙古弘法。当时漠北喀尔喀蒙古民众渴求佛法，却缺少正统的大宗传承，王公贵族专门遣使入藏，恳请多罗那他前往蒙古传法。他不负众望，长途跋涉远赴外蒙古，广撰法轮，普度信众，建立起完整的法脉传承体系，被蒙古信众尊为泽布尊丹巴，意为至高无上的尊贵圣人的意思，成为了漠北蒙古公认的精神领袖。也正因为此，多罗那多亲自将觉囊派的法脉从西藏高原传播到广袤的蒙古草原，让觉囊派不再是局限于雪域一隅，而是成为横跨蒙藏两地大地域的顶级大宗。彼时的觉囊派既有西藏本土的万千道场，又有蒙古全境的海量信众，声势浩大，无人能及。但是谁也想不到属于觉囊派的万丈高光，在多罗那他圆寂之后，迎来了彻底的断崖式的终结。这是为什么呢？当时的藏地政局对立极为尖锐，掌控后藏的实权，扶植觉囊派的是藏巴汗政权，而日渐崛起却长期被打压的是格鲁派。因为教义革新，信众暴涨，格鲁派遭遇到藏巴汗的强烈的排挤和打压，寺院被侵，信众受限，一度陷入了生存的危机。为了绝境翻盘，四世班禅与五世达赖秘密联络远在青海的蒙古和硕特部首领固始汗，恳请他率军入藏相助。1641年，固始汗率领精锐的蒙古大军从青海挺进藏地，先扫清了藏巴汗的外围势力，随后重兵围困藏巴汗的大本营日喀则桑珠支城堡。经过1年的苦战，在1642年彻底攻破城池，生擒藏巴汗，存续20余年的藏巴汗政权就此覆灭。这场战争直接颠覆了藏地的格局。固始汗统一了青藏高原之后，建立了甘当颇端政权，将全藏的政治、宗教统治权全部交付给五世达赖，彻底确立了格鲁派独尊，统领全藏的政教体系。自此之后格鲁派从被打压的弱势教派一跃成为藏地唯一的正统大宗，垄断了所有的官方资源、寺院建制与传法权限。而这对于觉囊派来说是灭顶之灾。觉囊派百年兴盛的根基是完全依托于藏巴汗的王权的庇护，是旧政权的核心扶持的教派。随着藏巴汗的倒台，格鲁派掌权，觉囊派瞬间失去了所有的政治靠山，从官方正统的教派直接沦为被打压、被排挤的意见教派。政权更迭之后，格鲁派借助固始汗的军事强权，开启了对觉囊派的全方位、毁灭性的彻底清算。这场打压不是零星的排挤，而是一套精准的、彻底的、不留余地的灭宗操作，目的就是彻底抹去觉囊派在卫藏的所有的传承痕迹。首先是核心的道场被连根拔除，多罗那他倾尽一生修建的后藏的第一大道场彭措林寺，是觉囊派的主庭与根本法脉中心。格鲁派直接强行接管，将这座千年觉囊主寺彻底改成格鲁派的寺院，彻底抹去了觉囊派的道场根基。曾经遍布后藏的上百座觉囊派的主寺、分支寺院，要么被强行收编改宗，要么直接废弃，无数修行闭关道场尽数荒废。其次呢，是教义的典籍彻底封禁销毁。格鲁派将觉囊派的核心的他宫剑的理论定性为异端邪说，下令全面查禁、焚烧觉囊派历代祖师的经书、论作与木刻经版，禁止民间抄写、流传、研习觉囊派的教法。大量传承数百年的珍贵的佛学典籍、密法仪轨、壁画文献就此失传，彻底断绝觉囊派的法理传播的根基，让后人再难系统的研习其正统的教义。最后是僧团体系的强制瓦解。当时藏地所有的觉囊派僧人面临2个残酷的选择：要么彻底改宗归顺格鲁派，放弃毕生修学的觉囊教法；要么被迫还俗，流离失所，被驱逐出卫藏的核心区域。无数坚守传承的僧人不愿意改宗，只能放弃道场，四处流亡，翻越雪山，远赴青海、阿坝等偏远无人区避难。曾经信众数十万、高声辈出的顶级大宗，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从雪域的主流宗派沦为卫藏地区彻底绝迹的隐秘教派。明末清初的藏地不只有觉囊派，其他还有萨迦、宁玛、噶举、
同样是传承千年，同样势力庞大，信众极广。格鲁派想要一统藏地，确立独尊的地位，按理来说，所有的旧教派都是对手。可是为什么格鲁派唯独对觉囊派赶尽杀绝，彻底灭宗？对于其他的三大教派，只是约束包容，允许他们正常的留存传承呢？觉囊派到底哪里特殊，才招致了这一场独一无二的毁灭性的打击呢？我这里先说答案了，这就是因为觉囊派的他空见。首先我们看懂了为什么宁玛派、格局派、萨迦派这三大派能够在格鲁派掌权之后安然存续。宁玛、萨迦、噶举虽然传承不同，修法各异，但是核心的空性见地和格鲁派是大体兼容的。这三派的主流教义都属于广义的自空见体系，都认同万法自性本空的核心中观思想，只是修行仪轨、传承脉络、侧重点不一样。简单来说，他们和格鲁派是同宗同源，义理相通，属于同一个佛学体系内的分支差异。所以格鲁派统一藏地之后，没有必要彻底消灭他们，只需要约束其政治势力，收回地方的兵权和王权，保留其宗教修行、民间信众的空间即可。各大教派可以共存互补，不会动摇格鲁派的正统教义根基。但是觉囊派就不一样了，觉囊派和格鲁派的矛盾不是派系之争，而是权力之争，是最底层最核心的教义的根本对立，是藏传佛教千年以来最尖锐的空性认知之争。格鲁派坚持的是自空见，世间的一切万物，包括一切境界，自性本空，没有永恒不变的实体，万事万物都是因缘和合的假象，就连佛性境界也不可执着。这是格鲁派立宗的核心基石，也是宗喀巴大师核定的正统的中观见地。而觉囊派独树一帜的他空见认知完全相反，针锋相对。觉囊派认为众生本具有圆满的佛性，如来藏的真实本体是恒常、真实、不空不灭的，真正空掉的是后天沾染的烦恼、执念、世俗的假象这些外在他物，而非本质具足的清净佛性。通俗来讲，格鲁派认为一切皆空，无有例外；觉囊派认为世俗执念皆为空，本心佛性不空。这就导致了一个很致命的问题，就是格鲁派的教义体系里面，觉囊派的他空见直接被判定为异端邪说，颠倒见地。这个在我们外人眼里看来，不就是一个说空，另外一个说不空吗？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在格鲁派的眼里，他空见是动摇整个藏传佛教正统法理根基的错误认知。如果放任觉囊派流传，就等于默许一套和官方正统完全相悖的佛学理论并行，会彻底瓦解格鲁派的宗教权威与思想体系。所以我们终于明白政治打压它只是一个表象，教义的根本冲突才是灭宗的终极原因。其他的教派只是和格鲁派争权，而唯独觉囊派是和格鲁派争法理、争正统、争何为真理。这也就是为什么格鲁派唯独对于觉囊派赶尽杀绝、销毁典籍、根除道场，不惜让一个横跨蒙藏千年的大宗彻底断层。因为只要他空见存在，格鲁派的自空正统体系就无法实现绝对的统一。历经这场惨烈的教义博弈与政治的清洗，曾经威震蒙藏的觉囊派彻底退出了西藏的核心历史舞台。绝大多数人翻阅藏地的史书看到的都是觉囊派的覆灭、消亡的记载，这也让很多人误以为这门独特的他空见教法早已彻底失传。20世纪80年代末，有学者在对甘青川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进行全面的普查的时候，发现觉囊派在西藏以外的川青地区一直存在，而且香火延续至今。当丹达彭措林寺被五世达赖强行改宗为格鲁派之后，有几位金刚上师便逃亡到四川的朗唐地区，陆续建立了雀尔基寺、藏洼寺、泽布基寺，形成了中洼、藏洼、泽布基等平行的活佛转世系统，其影响波及到与朗唐毗邻的阿坝、马尔康以及果洛州的斑马、九支、甘德等县。目前全国现存的正统觉囊派的寺院，固定修行的道场共有30余座。西藏日喀则的主庭觉囊寺也已经修复重建，重新恢复传法体系。教派呢，现有常住的修行僧人5000余人，在册认证的正统转世活佛20余位，拥有藏洼、中洼、泽布基等多条成熟稳定的活佛转世体系。作为藏地最早最正统的十轮金刚传承脉络，源自卓义师的十轮金刚核心法脉，从后弘期开山至今，完整不间断地传承了整整27代。这也是全藏极少数从未断代、仪轨完整、教义原汁原味保留的古老秘法传承，在历经乱世没有被后世篡改删减，非常的难得。
在远离格鲁派寺院集团的统治中心的川青地区觉囊派的教法能够得以存续，逐渐其顽强的生命力。当我骑着我的铁马追风走进朗唐草原的时候，眼前一片规模宏大的寺院建筑群，雀尔基寺、藏洼寺、泽布基寺四子相连，金碧辉煌的经堂、佛塔、神殿鳞次栉比，十分的壮观和瑰丽。我不禁想如此辉煌的藏传佛教的派别，如此顽强的教法传承，假如没有人为的剿灭，其结果又当如何呢？怀着对觉囊派的种种好奇，在我抵达马青县之后，我看着地图上的觉囊派的格多寺，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去看一看。此时天上下着雨，却依然扑灭不了我对觉囊派的热情。我驾驶我的追风一路向前。雪域之上，风刻下旧痕，千万条路往山外延伸，血脉滚烫，托举着星辰，一步一步踏碎了混沌。岩壁上的字被风雪磨深，旧的篝火还在山坳里等，祖先的脚印叠着新的尘，每道沟壑都藏着旧的魂。雪域上的字被风雪磨深，旧的篝火往山坳里等，祖先的脚印叠着新的尘，每道一步都藏着旧的魂。